一个人能有多低调？翻开《晋书·石勒的传记，奴隶出身的他，即便已经完成了团灭西晋精英阶层这个成就，但还是异常的小心谨慎。面对匈奴汉朝廷给他的封赏，石勒无数次的顾辞不受。石勒在政治上的小心和对时局的判断，帮着他一步步的创造了奇迹。而今天，他要将整个北方全部拿下了。谁也没曾料想到，帝国的首都会被胡人沦陷，大皇帝陛下会被抓去刷马桶。因此，永嘉5年6月，在洛阳沦陷之后，北方瞬间到了比以往10年更大的混乱之中。不过，匈奴人把我晋上层建筑一股脑的全屠了，这样的重大变故让很多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。其中最先意识到一个时代已经终结，中原格局即将变天的是2大流氓集团的头头石勒和王弥，并且2人开始互相做局，准备火并对方。本着灭亡祖国为目的的王弥，终于把祖国的首都打爆了之后，给自以为是战友，实际上却是主子的匈奴人建议，把洛阳作为匈奴汉的首都。他给匈奴始安王刘耀说，洛阳是天下之中，山河四塞，城池宫殿还是比较完备的，稍加修整就可以继续使用。您可以给皇帝写个报告，建议他从平阳迁都到洛阳。刘耀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，怨恨王弥不等自己到，率先进攻洛阳抢了头功。现在又一听王弥的什么建议，更是气不打一处来，就随便说了一个洛阳四面受敌，守不住的说法，把王弥敷衍搪塞过去，而且故意反着来，要求把洛阳彻底破坏，随即下令焚烧洛阳城。在此之前，刘耀一点也不给王弥这个大汉奸好脸色，他禁止王弥的队伍在洛阳抢劫。等到王弥不听，纵容手下继续在城中行动的时候，刘耀竟然抓了王弥的衙门将军，砍了，用以严肃纪律。王弥分外恼怒，心想刘渊在的时候还要敬我3分，匈奴汉的基业有一半都是我打下来的，现在你只不过是刘渊的一个养子，反而还在这儿跟我装起爷来了。他立刻下令还击，并派兵攻击刘耀，双方随即陷入争斗，死伤1000余人。幸亏长史在一旁劝谏，琢磨明白的王弥一想到地位待遇都是匈奴人给的，而且家眷都还在匈奴人手里，于是率先妥协，平息了这场斗争。不过等到洛阳被烧之后，他还是气得破口大骂，图个奴才，哪有一点帝王气象。此时王弥意识到刘渊的脑袋瓜是清醒的，战略比较务实且长远。如今刘渊没了，匈奴汉里的后生是一群真正意义上的蛮夷，脑子里只有打打杀杀，释放欲望，肯定长久不了。随即他带着部队离开洛阳，驻防到了项城。我晋前司徒校尉刘吞看出来王弥和匈奴不可调和的矛盾，而且本着我晋挑唆主子跟别人火并决斗的优良传统，建议王弥说，九州糜烂，群雄竞逐，您在匈奴汉朝廷已经赏无可赏，又跟始安王不对付，应该早做打算。我有一计，不如咱们带着部队回到山东老家，占据兖州、青州，观望天下形势。万一天下有变，向上说不定能成就帝王伟业，往下至少也能3足鼎立，比待在匈奴这儿强。王弥一听到帝王伟业几个字的时候，全身的毛孔都舒展开了，当即决定脱离匈奴，返回山东大本营，并且分出兵力，让自己早就安排在山东的左长史曹仪做好准备，迎接自己的大部队。不过王弥这一分兵就分出了问题，因为石勒老先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战略窗口，接下来就是石勒一点点敲下北方的旅途了。洛阳城破之后，石勒在干嘛呢？虽然此时的石勒还没搞明白自己的发展方向，暂时把自己定位为匈奴汉朝廷的第2大打手，但是石勒还是比其他人要务实的。打下洛阳之后，他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准备继续发动军事行动。因为在眼前，就在自己驻防地许昌不远处，有一个重大的威胁，当然也是一条大鱼在等着他处理，那就是狗西。上期结尾的时候我们说过，我晋的大将军、大都督督清徐、兖豫、荆扬6州诸军事的狗西，在洛阳城破之前，确实很努力地试图营救过皇帝，而且不仅派人派兵救皇帝，狗西本人也带着部队往洛阳火速进发。只可惜还没到，洛阳随即就被攻陷。狗西随即按照之前的想法，在沧源，也就是河南开封设立了临时首都，收纳了死里逃生的几个皇子，并跟北京的王俊一样，也立了一个皇太子。看地图，石勒所在的许昌和狗西的开封直线距离只有100公里，
石勒磨刀霍霍，准备对我晋的这个临时根据地展开最后一击。但是我晋的大将军大都督苟息此时却出现了重大问题。在14期里我们曾经介绍过，苟息的出身很不好，属于是刀头舔血，左右逢源，外加天下大乱才爬到这个位置上的。如今一直效命的朝廷都完蛋了，皇帝都被抓去做奴才，曾经强悍的老对手司马越被挫骨扬灰，自己尽管挣扎奋斗了一辈子，混到了朝廷官职的最高处，可是现在环顾四周，还剩下了什么呢？或许是心灰意懒，也或许是穷人乍富，也可能是自我放逐。苟息在成为临时首都的话事人之后，突然变得质朴盈满起来，家里也学着那些清谈高门一样，有大小老婆几十人，奴婢上千人，而且他整天在家里享乐，不出门不办公，苛政日益严重，脾气也越来越差。有人因为劝谏被他一怒而杀，有人病重的时候对他破口大骂。总之，一副国之妖孽相，内忧和外患往往是并存的。苟息集团内部一大堆问题，在外部也同样面临着重大的危机，比如严重的饥荒、大瘟疫流行，部下离心离德，部队将领纷纷叛逃，再加上石勒在烽火雷电般的进攻。永嘉5年9月，在洛阳沦陷之后仅仅3个月，苟息的营垒被石勒攻破。苟息本人被用铁链子拴住脖子，提溜到石勒面前。石勒按照惯例把他安排在自己手下做左司马，没过几个月后被石勒所杀。曾经横扫青兖、徐、豫州，曾经连续击败石勒9道防线，曾经南征北战把启活军、流民军、朝廷军打得抱头鼠窜，被称之为韩白在世的苟息就这样被抓了，被杀了。历史是最出人意料的编剧，一代名将，我晋忠臣，同时也是刽子手，号称屠伯的苟息，悄无声息的突然覆灭了。但是石勒消灭苟息，再次立下大功这件事让王弥很受刺激。在匈奴内部，王弥跟匈奴权贵不对付，在外部又有石勒这个卷王在恶心人，所以王弥决定做局，杀了石勒。王弥让刘吞去联系自己远在山东的属下曹仪，让他俩提前把山东的部队做好准备，等他邀请石勒一起去青州的时候，到时候大家一并杀了石勒。好巧不巧的是，刘吞刚走到东阿附近，石勒的游击队就把刘吞给抓了，并且搜出来那封信。石勒看完之后被惊出一身冷汗，随即杀了刘吞，并且要求严格保密，不得声张，随即暗地里做好对抗王弥的准备。此时正有几股启活军在听到首都沦陷之后来跟王弥、石勒报仇，俩人都陷入到了不大不小的拉锯战当中。王弥因为把兵力都派到山东去了，部队不在身边，就向石勒救援，结果石勒爱答不理，心想还救援呢，让启活军把你打死更好。再说了，我也跟启活军正拉扯，哪有兵力？张斌一看，得，这杂货小子脑子又发昏了，赶紧劝他，你天天发愁怎么干掉王弥，现在王弥送上门来了，你晕头了？眼前的启活军算个啥？王弥那是什么人物？你还不趁此良机赶紧去准备收拾王弥，还在这儿跟启活军磨叽，是不是脑子有坑？石勒听了之后立刻顿悟，赶紧带着部队去支援王弥，帮王弥击退启活军，解了眼前的难处。石勒的这个友善之举让王弥非常受用，他看到石勒这么听话，那叫一个开心呢，拉着石勒的小手说，你可真是我的好兄弟，并且从此真的把石勒看成心腹，不再怀疑石勒。石勒可没有被人生如戏全靠演技的小把戏迷惑住，他看时机差不多了，10多天之后，在军营摆下酒席，请王弥过来吃饭。好大哥王弥当即欣然前往，左右想劝都劝不住。到了饭局上，石勒继续摆低姿态，一口一个好大哥的叫着，给王弥捧得甚是舒服。等到酒酣耳热之际，石勒起身敬酒，拔刀杀人，砍下头颅，肩并部众，以上动作一气呵成。大汉奸王弥就这样在我晋特色版的鸿门宴中下线了。北方的又一个风云人物下线了，这个两晋2000石的子弟，这个匈奴汉的征东大将军，这个流民军的统帅，这个亲手毁灭了自己国家的人，被杂胡小子石勒轻松愉快地处死了。不过事后石勒也面临着一个小问题，王弥官爵高过自己，而且都在匈奴人手下做事儿，现在他把王弥杀了，怎么跟匈奴汉的皇帝刘聪交代呢？不过石勒一点都不怕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大谁说了算。他编了个理由说王弥谋反，我已经替朝廷把他铲除了，然后就这样给刘聪汇报了。刘聪收到消息大为震怒，专门派人去问责石勒，
说他是残害大臣，目无君上，要严肃处理。石勒就在那儿听着，也没生气，该干嘛就干嘛。果然，骂完了之后，刘琮还得倚仗石勒，因为整个中原只有他这一支部队是挺胸勇悍的，并且石勒还刚刚兼并了王弥，实力不容小觑。因此，刘琮还是无奈地给他升了官。石勒升任征东大将军，都督兵幽2州诸军事，领滨州刺史，持节征讨都督幽州牧。转过年来，石勒本着除恶务尽的原则，继续对我晋发动进攻。虽然西晋在北方已经打烂了，可南方还有一个司马睿呢。永嘉6年2月，石勒在葛碑及今天的河南新蔡县修建大营，开始造船，准备对淮南地区下手。不过，一场连绵3个月的大雨让石勒的计划泡了汤，部队寸步难行，而且饥饿和瘟疫一并爆发，士兵减员1半以上。张斌一看这架势，不能任由这石勒瞎折腾了，就冒险给他说：“宁公啊，别跟江南死磕了，你南征北讨这么多年，连个根据地都没有，这次南下万一失败了咋办？继续当流氓扫荡吗？再说了，北方是司马家自相残杀折腾没的，淮南那地儿可不一样，实力完整，王敦、王导兄弟俩好几年前就在这儿经营了，咱们不一定打得过，别南下了，回头吧。我看邺城那个地方就很好，是一建都，可做我们的大本营。”为什么说张斌在冒险呢？因为此时的他也只不过是参谋集团里面的一个小人物。当别的参谋都在咬牙切齿地建议石勒南下，彻底灭亡晋朝的时候，只有他发动反对意见，实际上是很危险的。搁到别人身上，很有可能就会被一刀宰了，用以统一共识。但是石勒可能确实有天命剧本在身，他能从一堆信息当中发现正确答案，也能慧眼识人。在听完张斌的建议之后，石勒痛定思痛，下定决心返回北方，并且随即提拔张斌为2把手，任右长史，号曰右侯。在返回北方的过程当中，石勒军队遭遇更为严重的饥荒，值此乱世没有赢家。如果说晋朝军民很惨的话，其实胡人和流民们也是一样的惨。此时黄河南北已经彻底成了无人区，石勒的军队返回的途上，因为没有粮食，最后甚至发展到了士兵之间互相人吃人的境地。然而等到好不容易从淮南河边上返回邺城附近，石勒一伙人惊奇地发现邺城早就被人给占了。